姐妹们，我是王姐，今天跟你们唠唠这北京城里发生的一件事儿，可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事儿啊，关乎一位35岁的大专女和一位北京土著男的相亲故事。就因为彩礼这档子事儿，好好的一段姻缘就这么给搅黄了。这女方叫阿珍，虽说35岁了，可模样长得还算周正，性格也开朗。她在一家公司里做着普通的文职工作，一直忙忙碌碌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就给耽搁了。男方呢叫阿强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，38岁，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家里有几套房子，算是条件优渥。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后，相处了有小半年。阿强觉得阿珍挺会照顾人，性格也合得来，就动了结婚的念头。这不，选了个好日子，阿强就带着父母上门提亲了。提亲那天，阿珍家里也布置得喜气洋洋。两家人先是寒暄了一阵儿，接着就开始商量这结婚的事儿。阿珍心里琢磨着，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这结婚可得有点保障。于是她清了清嗓子，对阿强说：“阿强，你看咱俩这要是结婚，这彩礼可得说道说道。我也知道北京这地儿彩礼没个准数，但我想着你怎么也得给我30万彩礼吧。我这后半辈子可就交给你了，这点要求不过分吧？”阿强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原本想着自家有房有车，给阿珍买些金银首饰，再给个几万块彩礼，意思意思也就行了。没想到阿珍一开口就是30万。他皱了皱眉头说：“阿珍，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儿？我这房子都是家里早备好的，我自己工资也得留着过日子啊。咱北京这彩礼大多是个心意，没这么高的硬性要求啊。”阿珍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她提高了声调说：“阿强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我跟你处了这么久，我图你啥了？不就图个安稳日子吗？这30万彩礼就是我的保障，你要是连这点钱都舍不得，还咋结婚啊？”阿强的父母在一旁听了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阿强赶忙解释道：“阿珍，不是我舍不得，你看我平时对你咋样？我是真心想和你过日子，可这30万真不是小数目，咱得商量着来啊。”阿珍却不依不饶：“没啥好商量的，30万彩礼少1分都不行。你要是不同意，这婚就别结了。”阿强这下也火了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大声吼道：“阿珍，你可真行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因为你年龄大了，就狮子大开口。我是真心实意想娶你，想和你好好过一辈子，你倒好，就认这钱了。好啊，你不是要30万彩礼吗？我给你涨到50万，可这婚我不结了。我倒要让你知道，你这做法多让人寒心。”阿珍被阿强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得一哆嗦，她嘴唇微微颤抖，想要反驳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她的脸涨得通红，心里又羞又气。阿强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本以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，没想到你这么物质。我在这段感情里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我带你来见我朋友，陪你逛街买东西，我啥时候亏待过你？可你就为了这彩礼，把咱俩的感情全抛一边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被你要挟了。”说完，他拉着父母转身就走，留下阿珍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阿珍的父母也埋怨他：“你这孩子咋能这样呢？人家阿强对咱也不错，这彩礼可以商量着来嘛，你这一闹可咋整啊？”阿珍心里也后悔了，她其实不是真的只看重钱，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安全感。可这一时的冲动却把事情搞成了这样。姐妹们，咱从这事儿里可得吸取教训啊！咱大龄剩女在相亲的时候，彩礼固然重要，但可不能把它当成结婚的唯一条件。爱情这东西是两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扶持，不是用钱能衡量的。阿珍就错在没有考虑阿强的感受，只一味地强调自己的需求。在咱北京这地儿，彩礼虽说有它的意义，但大多是个心意，是两家人商量着来的事儿。咱得学会换位思考，要是真心想和对方过日子，就得在彩礼这事儿上找个平衡点。在这之后，阿珍整天失魂落魄的，她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好男人，可又拉不下脸去挽回。她常常想，如果当时自己能好好跟阿强商量，不那么强硬，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呢？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，她只能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希望在以后的相亲中能吸取这次的教训，别再让彩礼成为爱情的绊脚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阿珍努力尝试着重新投入工作与生活，但心中始终有个结。
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相亲经历与对待感情的方式，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焦虑与功利，将婚姻更多的看作是一种生活的保障，而非情感的归宿。他想起与阿强相处的点点滴滴，那些一起漫步在北京胡同的午后，一起品尝老北京小吃的欢乐。阿强总是耐心地听他诉说工作中的烦恼，温柔地给他安慰与鼓励，而自己却在关键时刻因彩礼问题将这一切美好都毁于一旦。阿珍深知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，她鼓起勇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结识新朋友，也继续踏上相亲之路。这一次，她不再将物质条件摆在首位，而是更注重与对方的心灵交流与契合度。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，阿珍遇到了一位同样热爱艺术与文学的男士，他们相谈甚欢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真感受到了久违的心动与理解。然而，当谈及家庭与婚姻时，阿珍还是忍不住有些紧张与担忧。她坦诚地向对方讲述了自己与阿强的经历，以及自己在彩礼问题上的深刻教训。男士听后，轻轻握住阿珍的手说：“阿珍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理解你的担忧，但我更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与偏见的。我希望我们能一起用心去经营一份纯粹的感情，而不是被物质所束缚。”阿珍的眼眶湿润了，她从男士的话语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包容。她知道这一次她要好好珍惜眼前的机会，不再重蹈覆辙。与此同时，阿强虽然表面上在家人与朋友面前表现得坚强与无所谓，但内心深处却也有着一丝失落与遗憾。他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试图用忙碌来忘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。然而，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奇妙。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中，阿强与阿珍再次相遇，两人的目光交汇瞬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阿珍率先打破了沉默：“阿强，好久不见，我想为我之前的鲁莽与错误向你道歉。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。”阿强看着阿珍略显憔悴的面容，心中的怒火早已消散，只剩下一丝淡淡的惆怅。阿珍，都过去了。其实我也反思了自己，当时我也太冲动了，没有好好跟你沟通。这次相遇让他们对彼此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，他们开始重新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分享着各自的生活与感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份曾经的感情似乎在悄然复苏。阿珍和阿强都明白，他们的感情之路依然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，但这一次，他们愿意更加谨慎、更加用心地去对待彼此，不再让彩礼等外在因素轻易地破坏他们之间的美好。他们深知，在大龄剩女与大龄剩男的相亲世界里，找到真爱不易，而守护真爱更是需要智慧与勇气。无论是阿珍还是阿强，都在这段曲折的经历中成长与蜕变。他们期待着未来能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，哪怕前方依然有诸多未知等待着他们去探索与征服。